大家好，我是阿冰。人们对于金字塔的作用有诸多的猜测，像用来作为法老墓地、UFO 停靠地、发电站等等。在一的法则中，详细的说明了金字塔的真实作用，与 Ra 如何用活生生的石头建成金字塔，还有现在的金字塔还有当初的作用吗？这是我听过最靠谱的资料，来分享一下给大家，当中还蕴藏了灵性成长的知识，一起来再进入一次古埃及金字塔时期吧。金字塔是 Ra 以无限智能的力量建造出来的。金字塔的目的有两个：一，作为被启蒙的场所，平衡宇宙能量与地球的身心灵复合体；二，引导入门者们发展治疗人群和治疗地球的能力。就启蒙来说，金字塔可以帮助启蒙我们的身体复合体还有灵。启蒙身体是个怎样的玩法呢？在心智被启蒙后，身体就能被启蒙。金字塔会让人失去所有感官的输入，让人的肉体死亡的同时，在同一个肉体中开始另一次生命，就是身体启蒙时会复活重生。在这给大家一个小小的说明，在肉体被启蒙之前，心智一定要先被启蒙。所以我习惯说 mind, body, spirit 心身灵，因为被启蒙是有顺序的，先是心到身再到灵。不过很多中文书都讲身心灵，所以讲身心灵也没差吧，大家了解就好了。除了启蒙身体，金字塔还能协助启蒙灵。当灵被启蒙时，我们是能觉察的，宇宙能量会得以明显地流淌在我们的身心灵中。胡夫金字塔中的皇后密室是用于启蒙和重生的地方，它在塔高1/6的平面上，而治疗的工作是在国王密室完成的，它在塔高1/3的平面上。在国王密室中，人在那静坐可以充能，或医者能利用这个场所引流宇宙能量来治疗人们或地球。金字塔地底下深30米的地方还有个密室，很多人说那是一个看起来还没有完成的墓地，实际上那是一个共振的密室，用来促进催化治疗的作用的。金字塔是怎样被建出来的呢？金字塔的建造十分神奇，据 Ra 说，那是用不朽活生生的石头去建造的，而活的石头在我们的次元中还很难被常人理解，大家先自行想象一下。这么多年，有一个很多人都疑惑的问题，建造金字塔的石头究竟是如何被移动的呢？ Ra 把这奥秘通过一的法则这本书讲了出来。想象一下，灵魂们都住在一个有阶层性的载具中，像我们人类住在一个肉身里面，像石头里的灵魂也是住在石头这个躯壳里面，不过跟我们处在不同阶层、不同的智能平面上。当一个实体能与石头讲话，石头这个躯壳中的能量就能与无限智能联系上，那实体就能透过无限智能的转译，让住在石头当中的生命觉察某实体的意愿。当 Ra 希望石头们能切割成一定的形状和移动到特定的位置时，石头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去选择是否这样做。愿意成为金字塔一份子的石头们，在自行改变形状后，能从一个次元被转送到另一个次元。所以我猜想，金字塔上的石头可能有些是地球上的石头，有些是别的地方或次元来的。感觉是否有些抽象？我也觉得。但当我想想 Ra 是如何通过人类的嘴巴用英文来传递一的法则的时候，我就比较领悟与石头沟通的原理了。虽然我们做不到，但 Ra 透过使用无限智能的力量，能够做到与地球的人类甚至石头去沟通。就这样，金字塔的建设完全是靠 Ra 的思想形态、想象而被建造出来的。所以无限智能像有翻译器和 WiFi 的功能吧，它能帮助连接不同密度或次元的实体，并做出无声的交流。话说回来，为何金字塔不用一整块巨型石头建成，而是用很多块方形石头一层一层的叠起来呢？
因为 Ra 想让人类认为金字塔是被建出来的，而并非他们想出来的。他们并不想被人们奉为高能的神之类的存在。可是 Ra 的这个计划应该算是失败了吧？因为这么多年来，人们都认为金字塔不像是被人类建成的呀，而且古埃及人已经认定了 Ra 就是神。据 Ra 说，地球上共有58个金字塔，在过去被他们和其他星际联邦的同事建造出来，用来启蒙和治疗人类。当中有6个金字塔，除了能治疗人类，还是用来平衡地球的电池能量的。但维基百科上写，单是埃及的金字塔就多达100多个。不过有些应该是人类后来模仿金字塔的外观而建造出来的小金字塔吧。胡夫金字塔上的冠石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在吉沙的胡夫金字塔上的冠石，最初是 Ra 以花岗石精心去建造的，但当 Ra 离开了我们的密度以后，这块最初的冠石被拿走了，被皇家的人要求换上一个更珍贵的冠石。新的冠石有一部分是以黄金打造的，虽然这样做不会影响金字塔的功能，可是从此金字塔就被当作为皇家专属的建筑。普通想要学习治疗或获得治疗的平民就无法使用金字塔啦。那现在的金字塔还有作用吗？金字塔是跨越了时代的建设，现在的它作用已经不大了。第一，是因为地球电磁场的转移，在6000到1万年前，光与爱的方向是从正北方汇流而来的，而现在光与爱的方向是由北偏东20度串流而来。所以现在的金字塔像是一台失去音准的钢琴，或许移动位置在进化后可以再使用吧。第二，是因为金字塔曾被古埃及人用作为下葬皇族和以活人陪葬的场所，也影响了金字塔用作启蒙与治疗的能量流。其实我们现在也能根据胡夫金字塔的比例来建造一个新的金字塔，把它底部的正方形中线一端指向北偏东20度的地方，用作为新的启蒙和治疗场所。Ra 也说过，使用的材料其实不那么重要。我自己曾经等比例做出一个3公分底边长的小金字塔，是用纸来做的。Ra 说，金字塔最好做的宏伟一点，能让从金字塔流淌下来的宇宙能量更多，足以充满在内里冥想的人的整个身躯。太小的金字塔，能量汇流会过少，起到的启蒙与治疗的作用也会较低。不过在现今的人类社会，不再那么需要金字塔的作用了。随着这几千年来宇宙能流的演进，只要人们的纯净程度够高，通过修炼就能与无限智能合一，不需要使用金字塔这类建筑物，也能使人们被启蒙，医者、患者都能得到治疗。那没有了金字塔，我们又能怎样去启蒙自己的身心灵呢？成为身心灵治疗者的3个步骤这期影片，顺序地讲述了如何一步步依次调整启蒙大家的心身灵，希望大家对启蒙治疗会多一点概念。想要知道更多关于宇宙奥秘、一的法则还有灵性成长的资讯，就订阅我和按下铃铛吧。我们下期见，拜拜。